实话实说啊，《复仇的安魂曲》是近年来最适合老 UC 粉看的高达动画。但是新人啊，千万不要看。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家听我解释啊。这里我先给不太了解 UC 的人简单阐述一下，为啥说吉翁嘴中的为宇宙居民自由而战都是放屁呢？首先啊，联邦确实不是个东西，处处打压宇宙居民利益，生怕宇宙居民哪怕有一点点的幸福感。可吉翁又是什么样的呢？自打扎比加一上台，先是开展了浩浩荡荡的大清洗，目标呢是殖民卫星内反对吉翁的人，被清洗人数高达20万人。然后呢，在国内实行举报奖励机制，根除一切可能的反动势力，并在 UC0071年提出优秀人类生存学说。为了筹集足够的战争资金，公国也开始征收大量的苛捐杂税，创新式的发明了空气税、重力税、水税等。为了解决兵源的问题，还在国内采取了强制征兵，连路过的旅客啊都要被抓来充军。联邦看了都直呼内行啊！好家伙，论压迫，还是你们宇宙居民自己对自己更狠啊！这还没完，为了达到快速给予联邦重击的目的，吉翁还往邻居塞德尔灌入毒气，屠杀了一整个卫星的居民以后，还把卫星直接丢地球上去了。就算落点是相对远离其他大陆的澳大利亚，其引发的直接和间接灾害也造成了约60亿人的死亡。60亿啊！这里面撑死误伤了一些的联邦士兵，真正死的可都是平民百姓啊！趁着地球大乱，吉翁以当时的人性 MS 优势，开始对地球发起侵略战争，对占领区的人民啊采取的也是各种管控措施。你想啊，一个不眨眼杀了60亿地球人，甚至对宇宙居民同胞的各种屠杀的组织，他可能对占领区的人有什么好待遇吗？就这，在《复仇的安魂曲》里边，他们的侵略战争还被起成是给宇宙居民带来自由，还管占领区的人叫做 But now is the time for you to show your people that there's still hope. 就是一句话，恶心。所以啊，在不了解这些背景设定的前提下，新人看了这部片子啊，真的是很容易被带歪的。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说为啥这部剧适合老 UC 粉看。在大家了解了吉翁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以后，再看这部剧的有些台词，确实容易血压飙升。可你反过来想啊，这些就是被扎比加洗脑的大头兵，我们等于是以第二视角看到了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是有多么不正常，是不是还感觉有点意思了？你看这片头啊，吉翁老被联邦埋伏，被打得抬不起头，直呼天兵救我。然后呢，扎古就来了。这里扎古的登场啊，非常符合美国大片中英雄登场的氛围渲染。不知道的人啊，还真以为扎古就是代表正义的。女主所管理的扎古小队打扫完战场以后，大家欢声笑语中，咚咚，白色恶魔登场了。懂的人都懂啊，这才是真正的正义铁拳来了。这里还有个小细节哈，高达走路时呢，你能明显听到转子马达的声音。而扎古走路时呢，却是机械摩擦的声音，这个很符合扎古的动力脉冲系统与高达转子马达之间的差距。不知是不是制作组有意为之啊？在战斗中呢，高达也表现出了碾压般的性能差距，扎古机枪打上去基本全是在搓澡，甚至啊，制作组为了强调高达的勇猛，这次连火箭弹和热能斧都无法对高达进行有效杀伤了。要知道啊，原来骡子的元祖盾牌都会被火箭弹和热能斧轻易破坏呢。另外啊，我在看 B 站时候有弹幕问，这高达没火神炮吗？其实呢，剧中的高达更偏向陆战高达一些，尤其是后期还有08M小队中的将军登场，更是进一步佐证了导演参考了不少08M小队的设定。而陆战高达在制造时呢，由于头部的各种仪器过多，火神炮塞不下了，于是啊，便把火神炮塞到了胸口。UC 宇宙中别提高达是核能了，连扎古都是核能的哦。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女主通过嘴炮感化了高达小年轻驾驶员，结果转头刚救了女主的高达驾驶员就被老虎给背刺了。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哈，有些新朋友对这一幕感到不理解，高达的装甲怎么这么容易就被击穿了呢？其实老虎作为专门对抗高达临时开发出来的机体，它配备的武器啊，其实都是热能武器，是能够轻易切开高达装甲的。这里啊倒是符合原著了。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逆天的啊，就是女主在说服高达驾驶员时呢，说的是 The Earth Federation's won. We're just trying to retreat. Please let us go. If we let you terrorists off the planet, you'll just attack us again later. Not anymore. 然后转头 I joined the Zeon remnant in Africa, where the battles against the Federation still raged. But the desert will not be my grave. For as long as 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